经历过绝望吗？真希望你听到这个问题时听到的都是调侃的语气。我想最不愿回答这个问题的就是6600万年前面临毁灭的，哪怕是地球的霸主，哪怕演化了上亿年，当绝望不期而至，依然逃不过被毁灭的命运。那天究竟发生了什么？现在就让我们穿越时光，回到6600万年前的那天，恐龙的最后一日。一开始，恐龙并不觉得今天有什么异常。霸王龙用植被覆盖自己的蛋，用来保暖；三角龙在野外觅食，翼龙也在繁衍生息，一切如常。除了此时正在向地球袭来的比珠穆朗玛峰还要大的陨石。这颗小行星直径11公里，相对速度接近每小时7万公里，撞击产生的爆炸威力相当于第一颗原子弹当量的10亿倍以上。它的速度非常之快，在恐龙看到它穿过大气层之前，撞击就在一瞬间就完成了。被这颗小行星击中的恐龙甚至来不及绝望，就从这个世界永远消失。不仅是死亡，而是消失，就像蒸发一样。除了化石，人们很难找到他们在地球上生活过的痕迹，以至于哪怕你现在看到这个视频，也很难意识到，原来他们和你我一样，曾真实的活在这个地球上。在撞击点，小行星蒸发了超3万亿吨的岩石，岩石在超高温爆炸中被喷射到了空中，喷射出的物质甚至能到月球。冲击波的传播速度达到了每小时近1000公里。一次规模恐怖的地震后，紧接着是一场巨大的海啸。距撞击点约3000公里的塔尼斯四下一片寂静，但这种平静持续不了多久。小行星撞击的角度以及撞击点富含硫的岩层，直接加剧了灾害的破坏力。没有了阳光，大多数动植物都会死亡，食物也会因此变得稀缺。几周到几个月后，几乎所有幸存下来的恐龙都会被饿死在海洋。据推测，紧接而至的核冬天使全球气温下降了至少25°C，气候出现了极大的改变，森林系统崩溃了，植食性动物因为没有食物而饿死，而食肉动物没有食物也会是同样的命运。整个生态系统像纸牌屋一样倒塌。化石记录告诉我们，包括恐龙在内的生物灭绝的数量近3/4。我们回头再看希克苏鲁伯小行星的撞击点，假如那个小球提前30秒或者退后30秒再撞击地球，它的落点就会是大西洋和太平洋，也许就不会发生这么可怕的事情。但时间是条单行道，没有提前，也没有退后。陨石就是撞击到了富含沉淀物和硫的尤卡坦半岛。是啊，世界上没有如果。整件事情最恐怖的是，恐龙的结局早在他们这个物种诞生之前就注定了。这是恐龙最糟糕的一天，但正是因为上个地球霸主的消亡，人类才能走到如今食物链的顶端。如果他们存在，我们就不可能有现在的生活。我们看到地球上一任霸主的消亡会叹息，但这种伤感更多来源于一种兔死狐悲。哪怕人类现在拥有了上天入地的能力，但假如相同的毁灭来临，我们依旧没有说不的权利。就像那只恐龙，也许就在想着明天要去哪儿的时候，不经意间的抬头，时间却永远地定格在了这一刻。